藏一座城市的荣耀，讲述钱江骄子的故事。欢迎收看由武汉宏博集团有限公司冠名的《我是钱江人》。说起吕小军，大家肯定不会陌生。在2012年伦敦奥运会上呢，来自我市王场镇的吕小军在破纪录的成绩拿到了男子举重77公斤级奥运会金牌，这是中国力量，更是钱江骄傲。2018年10月13日，我是钱江人栏目组有幸走进位于北京市东城区的国家体育局训练局。在备战奥运杨国威的条幅下，吕小军正在挥汗如雨。20年来，他就这样一直在战斗。1984年7月，吕小军出生于我市王场镇吕苑村，一个典型的农村孩子。作为一个农村里面出来的一个孩子，相对来说家里困难的话，在农村里面还算是比较中等的吧。从小就是也是很调皮，反正就是，在包括我在我们村里的时候，就那时候小的时候就是有几个同学嘛，完了今天有时可能来我家里住，明天去他家里住。这样的哈。就是特别好的几个哥们嘛。虽然从小就比较调皮，但吕小军的身体素质特别优秀。在一次全镇运动会上，吕小军轻而易举地拿到了200米的短跑比赛第1名。钱江市组织一个运动会，钱江市运动会可能就是每个镇里面都从下面就是各个村里面选拔那个代表，其实代表，可能没过几天拿个第1名，后来我就到那个王场镇上小学去。就这样，吕小军被特招到王场镇小学，开始了另一种生活模式。在王场镇的时候，就是办业余的，就是训练，就是白天还是这样的，就是正常上课，正常上课，一到体育生那个时候的。对，一到就是可能就是下午，下课之后就是可能就是留下来。1997年。吕小军代表王场镇参加全市的运动会，在200米的比赛中只获得了第6名。前半段就是50米的时候，就跑得很快很快，好像一到了就是过了100米之后呢，感觉这体力就慢慢的下降了，就是爆发力可以，没有那个对。比赛的成绩不理想，但却有一双眼睛盯住了吕小军。他就是吕小军的启蒙教练邓明虎。下来之后他说，小伙儿，你给我做个立定跳远。这是从画了根线，完了之后呢，我站在这完了一定跳，他说你画根线，我能跳这儿来吗？第一跳没跳过去，正好踩了个线，他说你小子没给我，你再好好给我跳一次。第2跳给跳超过去了。他说好。好，完事他说，给我练举重去吧。我说练举重啊，举重那时候我也不懂，知道吗？什么叫举重，你知道吗？后来呢，他说，来市里上学，我说就来钱江市，来钱江市上初中。我说好啊，来市里上学好啊。1997年，吕小军在比较猛的状态下来到了钱江体校，他也是第一次接触了举重这个项目。等于说你现在回想起来说那段时间的话，确实挺苦的。你说当时的话，小孩那时才10几岁的时候，你说说苦啊，他说就没那种感觉，知道吗？确实练得挺累的，知道吗？你小孩当时来的时候我们练举重的时候那个杠铃了嘛噻，经常把手磨破呀，把锁骨砸疼啦，砸破呀，这都是很经常的事情。但是作为像他们来说的话呢，从来没有喊疼啊、累啊、苦，就是手磨破了，他就练腿啊、练腰，是吧？那个腿伤了，他可以练手背，应该说是都还很辛苦。3年时间，吕小军的进步非常大。为了这颗好苗子，1999年，吕小军进入湖北省队。看到一起训练的全国冠军，吕小军羡慕之余，暗下决心。就看到这些人呢，就是自己说，我什么时候能拿个全国冠军呢？我什么时候能拿个亚洲冠军？那时看到就是都挺辉煌的嘛。
吕小军进入省队有了更好的训练平台，但也意味着会给家里带来更重的负担，每月需要近2000元的开支。吕小军的姐姐也因此早早的外出打工了，时间久了还没有转正，吕小军也拖不起了。而此时天津举重队的教练呢，一眼相中了吕小军。天津的教练就过来了，过来完之一看还不错，行，过段时间去天津吧，去天津他是一样的，我去天津好，离北京很近呐。就这样，吕小军来到了天津队，除了生活有了保障，每月还能领到几百元的补贴。不用我家里担心了，对不对？不用家里负担了。完之后每个月还得省吃俭下去，还得给我家里几百块钱。从钱江到天津，吕小军十分清楚自己的目标，既然出来了，就要好好干。当时在那边的话，我作为一个外地来的话，可能相对说练的时候比他们时间要长一点，就是用的功夫就是包括想的动作，可能要比他们就更刻苦一点吧。2003年，年仅19岁的吕小军在国内小有名气，被选入国家举重队。那是可能就是见到就是崇拜的人了，就是2000年不是张学刚嘛，在电视上看他在03年就看见他了，奥运会冠军，那是肯定是向他学习。2004年5月，20岁的吕小军在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举行的世界青年举重锦标赛一举夺冠。那算什么？也是算个，也还不算世界冠军，可能就是离世界冠军更近一点了。等于说那是你看到国歌就是升国旗的时候，特别是在别的国家。对，确实那是就是挺激动的，可能是第一次嘛，第一次感到也是作为代表中国出来，为国家争了一点小荣誉。这一次夺冠给了吕小军极大的鼓励，我还是能站在最高领奖台上的。从此，吕小军的训练更加努力了，可随之而来的则是伤病的无情折磨。他有的伤病，它是一种积累型的，就好比日积月累，它是积累型的，就慢慢的，就是今天痛还可以坚持，明天可能又会更痛一点，还能坚持，咬牙，实在咬牙，就是一直让你就疼的，就是你没法练不了了。就是到05年底的后，整个就一废人了，知道吗？2005年，吕小军因为伤病回天津治疗。回到天津，吕小军一边接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治疗，一边在队里混日子。从06年、07混了2-3年，在天津2-3年时间就一直休息了，就是没练了，就是一直在玩吧，就是在队里就是浪费人生了，就感觉就是那时候就是心灰意冷了，就是说就是想就是算了吧，不打了，不练了吧。2008年，吕小军本打算提交退役报告，但教练的一番话让他鼓起勇气。那你这样吧，小军，明年09年全运会，你先参加个预赛，好吧？预赛完的时候你练完了之后呢，帮天津拿点分，就是全运会嘛。他说你再考虑，再坚持，反正就是吧，全运会完了完说我帮你什么安排教练了，完说你这样不是更好一点吗？是不是？重新投入训练，吕小军知道对自己意味着什么。2009年春节一过，吕小军就再次回到国家队，师从于杰教练。也是做一个集训嘛，等于说也不是正编的，所以这边现在过去也是想就是在国家队一个环境上，多练一点。这一回，吕小军听从教练安排，转战77公斤级。就是从训练当中慢慢一点一点就把自己的一个信心完斗志全都给激发出来了。从09年开始。2009年，恶补体重后的吕小军不负众望，拿到了全运会77公斤级金牌。
随后呢，吕小军终于能代表中国举重队参加在韩国高阳举行的第77届世界举重锦标赛。2009年11月24日，吕小军以174公斤打破抓举世界纪录，获得冠军。在挺举比赛又以204公斤成绩打破世界纪录，同时以378公斤打破总成绩世界纪录。08年奥运会冠军不是韩国那个史在赫嘛？完事他是在本土作战，完事在他的家乡，完事那些我又破世界纪录，又拿冠军了，完事那一下就有知名度了。对。一战成名后，吕小军又在2011年巴黎世锦赛中夺得冠军。那时候就想到就赶紧怎么奥运会怎么快点来临吧。2012年8月2日，吕小军不负众望，以175公斤的成绩打破了抓举世界纪录，同时以379公斤的总成绩打破世界纪录，夺得伦敦奥运会冠军。相对来说，金牌肯定是最重要的一块，因为说所有的付出，就包括我从钱江走出来，包括不管是在天津还是在北京还是在国家队，就是走出来，从这一路的辛酸，可能当时就是，就举完之后了，就是回去是突然脑子里面就出来了，真的是我爸妈对我的付出，从来没有白付出啊，就是。那一刻，吕小军第一时间想到了父母，想到了家乡钱江。可能是举下来的时候，可能是想的，可能是我家里，想到我家里，想到我那个教练了。2013年至2015年，吕小军几乎没有让世锦赛、亚锦赛、亚运会举重77公斤级的冠军旁落。带着这样的自豪，吕小军却在2016里约奥运会上惜败，屈居亚军。其实当时是确实有一点，就是说输的有点不甘心，因为可能就是包括那个新闻，看完新闻媒体会的时候，完事我也说，我说我会还会站在这个，还会回来的，还会回到世界赛场。我说我还会跟他再跟他较量一番。就是这样不服输，吕小军决定再坚持一次。2018年土库曼斯坦世锦赛上，吕小军以破纪录的374公斤总成绩获得81公斤级冠军。备战2020奥运会，吕小军说：“现在状态还算不错，再拼一年，2020年东京见。”对于2020东京奥运会呢，我是把我从16年完了，我就在开始准备了，一直在准备着。真的说，因为说还有这1年半的时间，对我自己的信心来讲的话，我是特别有，可能像是说因为16年输了，我可能说我是在想从2020东京奥运会上找回来。力拔山兮气盖世，我想套用项羽的词来形容我们钱江大力士并不为过。用自己的汗水诠释了钱江人民不畏艰辛、勇于拼搏的钱江人精神。让我们再次把鲜花和祝福献给我们的英雄，同时也期待吕小军能在2020奥运会上再次夺金。这里是由武汉宏博集团有限公司独家冠名的《我是钱江人》，感谢您收看，再会。你在他乡还好吗？可有人是永世霜叶？你在他乡还